这里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地区，分布着世界同纬度带现存十分完整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这里成为研究两栖爬行动物的钥匙，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在这里，依然能感觉到这个星球最初的慢和从容。九曲溪野漫，顺着断裂的岩层绕了9曲18弯。进入武夷山风景区后，直线距离仅5公里的九曲溪被拉长了1倍。1183年，南宋理学家朱熹辞官回到武夷山，在九曲溪畔的五曲溪创办了一所书院——武夷精舍，在这里著书立说，招徒讲学。沿着九曲溪，朱熹曾逆流而上，写下了一首渔歌《九曲棹歌》。玉女峰矗立在九曲溪畔，被视作武夷山水的象征。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这是朱熹留给玉女峰的诗句。武夷山盛产茶叶，飞行在武夷山间，一片片的茶树丛随处可见。每年4月中下旬到5月中旬，是武夷山茶农最忙的季节。穿越武夷山桐木关断裂带，闽干古道贯穿其间。隐藏在峡谷深处古道边的这个小山村叫桐木村。早在宋代，这里就已经种植茶树。唐代《陆羽茶经》中说：“茶者，上者生烂石。”这里海拔1000米左右，常年云雾缭绕，空气湿度大，土壤中富含有机质和有益矿物元素，有利于茶树生长，并形成优异的品质。这里出产的红茶正山小种，据考证是世界红茶的起源。取名正山，是当地人认为，只有在桐木关近600平方公里范围内，茶山生长的小种茶才算正宗。梅溪下游，山环水绕的村落是下梅村。200年前，这里是闽北最大的茶叶交易市场。当溪，为茶叶运输而修建的一条运河。每到产茶季节，当溪上日行竹筏300艘，转运不绝。这些茶叶以900米的当溪水路作为起点，北京闽赣古道进入赣江、长江，然后马帮接续北上之路，过黄河，穿中原腹地进入蒙古高原，再换驼队到达俄罗斯恰克图。
途经近100个城市，完成这一万里茶路。福建泰宁世界地质公园呈现了这个星球上的美景之一——丹霞地貌。想象一下，这里处于太平洋板块和亚欧大陆板块相互作用的活跃地带。1万年前，频繁的地壳运动、火山喷发和强烈的构造伸展，形成了泰宁红色盆地。此后，受喜马拉雅运动抬升和切割，经流水侵蚀、重力崩塌，分化成为此刻的奇观。龙岩是客家人居住的地区，永定是土楼之乡，承启楼是著名的那一座。从明崇祯年间奠基，到清康熙年间竣工，承启楼的建造历时3代，耗时近80年。它坐北朝南，从中心的祖堂开始，年轮一般扩展出3环，占地5000多平方米，共有400个房间，最多的时候居住着600人。门口的对联上写着“承前祖德勤于俭，启后子孙笃与耕”。继续飞行，南境的土楼群就在云雾缭绕的前方。40多座形态各异的土楼依山而建，一条 S 型小溪把塔下村分成2段，2头的圆形土楼酷似太极图里的鱼眼。这里最早的土楼大约有400多年的历史。春祭、秋谢、拜祖的仪式里，人们缅怀先祖来到荆棘之地，把这里从一片荒谷变成世外桃源的故事。这5座土楼一方4圆，生长在半山腰，当地老百姓形象地称之为4菜1汤。中间的这座方楼叫步云楼，围绕四周的是3座圆楼和1座椭圆楼。5座土楼以金、木、水、火、土布局，依山势起伏，错落有致，称为最精美的组合。这是福建土楼最高的方楼和贵楼。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看不见的地基，它建在了沼泽地上，用200多根松木打桩铺垫，经历286年依然坚固稳定。大地之上，天空之下，一片安宁的所在，就是客家人扎根的家园。土楼是为了家族安全而采取的一种自卫式的居住样式。它以一个圆心，从祖堂出发，一层层向外展开，每天的寻常生活都与祖先相伴。1楼用作厨房，2楼储粮，3楼以上住人。每一层都有环形走廊相通。
一本所生，亲疏无多，何须代分你我？共楼居住，出入相见，最宜注重人伦。今天，承起楼内的这幅堂联，正是对当初福建土楼生活状态的生动描摹。聚族而居，相互守望，是几代人共同恪守的信条。经过战乱和漂泊的客家人，用世代不离、永不分开的朴素念头，搭建起一座土楼，一个城堡，一个团圆的心愿。正月15，连城县姑田镇游大龙开始上演。龙头及龙尾由当年主办的家族制作，龙身由其余各户分别制作。龙身的长度最长能到达近800米。游龙的队伍绵延数公里。石壁是客家人的祖地，据史料记载，西晋末年，这里接纳了第一批来自中原的移民。千百年之间，这片土地逐渐成为了背井离乡的中原移民的新家园。如今，世界各地的客家后裔超过1亿2千万人，生活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家谱上大都写着自己的第一世祖先出自石壁。1995年，这里修建了客家公祠，成为全世界客家人心中的根。相比中国古代民居的青色砖瓦，闽南红砖古厝增加了中国民居的色彩。群山之中，一条内河盘绕着这个叫戴美的村庄，始建于500多年前的276座红砖古厝排列有序，房子的格局一模一样。据说，戴美村的开基人是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南宋理学家陈纯。他是朱熹晚年的得意门生，理学思想的重要继承者。正脊两端上翘，在尾端分叉为2，像燕子的尾巴，故称燕尾脊。古厝经历数百年，多次地震却安然无恙，是闽南建筑史上的奇观。沿着海岸线继续往南飞行。六圣塔屹立于泉州湾入海口的最前端。六圣塔始建于宋代，是一座5层的佛塔。随着海上贸易的繁盛，这座佛塔成为了引领航船进入港口的第一座航标塔。宋元时期，有关航海的史料，凡记载我国与海外的航线距离、方位和日程，几乎都以泉州港为基准。在那个时代，泉州是中国的海上0公里。
泉州港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每年商船出海，官府要员都会来到九日山为远航的商船祈祷，祈祷他们乘着春夏东南风而来，秋天顺着西北风而去。800多年前，这里帆墙林立，交易兴旺。安平桥全部用花岗岩砌筑，宽3.8米，有361个桥墩，大约长2255米，俗称五里桥，是现存最长的古代石桥。创建安平桥的富商黄户，经营海外贸易，成为安平首富。1138年，黄户创建安平桥时，泉州港已进入鼎盛时期。走上这座石桥的脚步，来自印度、阿拉伯、越南、非洲大陆、欧亚大陆。他们的行囊里有茶叶、瓷器、丝绸和香料。这是一条早在明朝就开始繁华的街道，泉州西街如今繁华依旧。开元寺建于唐代，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开元寺2座宋代石塔，经过地震和台风的考验，仍屹立至今，一直都是泉州古城的标志。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幅楹联出自南宋理学家朱熹，由近代高僧弘一法师书写，至今仍然悬挂在开元寺的天王殿上。离开元寺不远，是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院之一清净寺，建于1009年，那年是回历400年。这座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建筑形式的清真寺，大殿上巨大的圆顶毁于1604年的一场地震。2007年，阿曼苏丹捐资重建了这座新的清真寺。元代，与泉州港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近100个。当时，这里有世界上的各种宗教。鼓浪屿与厦门只隔着一条宽600米的陆江。1.88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上百座别墅散落在山坡海岸、绿树丛中。八卦楼的红色圆顶设计模仿了清真寺。1913年修建了这座梳妆花园，园建海上，海藏园中，是一处海滨园林。日光岩也称晃岩。据说郑成功觉得这里的风景胜过了日本的日光山，
于是把晃拆成了日光2个字。出入厦门港的船只经过鼓浪屿，几乎都会看见这座郑成功的雕像。1641年，郑成功曾在这里驻扎屯兵，这位反清复明的将领将这里划归思明州。清末到民国时期，这里成为中国的公共租界之一，10几个国家先后在岛上设立领事馆。2017年7月8日，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